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啊，师傅？这个师傅说他在安装新的热水器，接水管的时候，嗖的一下被电了，一下麻到胳膊肘。还记不记得这个金项链事件？那个热水器售后也是他，因为热水器一插电就跳，没找到原因，他被客户投诉了很多次，最后发现是项链惹的祸。结果今天又被电了，说啥也不干了。那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是水管带电吗？测一下水管。嚯，带电98伏，这么狠。灶台113伏，怎么到处带电呢？还有，这里有个水管，这上面也带电吗？60多伏。再测一下冰箱的外壳，120多伏啊。冰箱外壳是接地的，地线为什么会带电呢？而且像家里水龙头这些地方不应该带电的，结果带100多伏，这是因为地线不好吗？我一般都怀疑地线不好，所以那就直接看一下它的配电箱，零线、火线、地线呢？啊，这是地线。电笔测一下，零线带电22伏，为啥会带电？一会再说。火线206，那就一路断电。我去厨房，我忘了我来厨房干啥呢？有点饿呀。从右手边往左手边拉，再拉。哎，没了啊！你再拉啊！你再推上去，再推上去。我这镜头不好，老是偏。现在可以确定是有一路线是有问题的，那就去看一下哪个电路有问题。这一路，一测怎么还有电呢？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电？您猜不出来，一会儿再看。拆掉这一路线，拆下线以后再测，这2根线依然带电。这个电哪来的？一会儿再看。你看这个时候测零线还是带电的，火线电压没有220。那我先找出它们的地线。这有一个接头，地线的接头，把地线接头打开，测量地线接头不带电，送上这一路以后就带电了。我还得把这一路线接上，然后送上电。这个时候测地线100多伏，这个与金项链那个视频似曾相识。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这一路是带的什么电器呢？他们说可能是空调的。看一下空调的面板不正常，现在都启动不了。他们说夏天的时候修空调的来修过换过也不好。这个时候我或许大概知道了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线，它有一根蓝线，我断开这个蓝线。这个时候再测地线，先不管这个电压，再测这根零线多少？182。我拆掉这个零线，我再送上电，测拆下来的零线204，测这一根线217，两个电压不一样，这个低。再看一下这项火线219，这个零线203，这一根线218，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是零线，这就是空调的零线。而这一个它是空调的地线，它接零线了。我再拆一下这个火线，万用表打成4开档，测量红线和蓝线有电阻，这证明是有回路，它不是漏电。测量红线和绿线没反应，它那头连着空调应该是有回路的。那我现在把空调的插头拔掉，再测看表针就不动了，那头没连空调，所以它没有电阻。这样就可以确定这是空调的火线和零线，它把零线当地线了。那这个空调是怎么开的呢？房主说开不了，房主说开空调得插上这个插头，热水器这个插头，插上这个插头空调才能开。又一次用到了它的地线，而且厨房的漏保会跳闸，所以他们认为热水器有问题，空调也有问题。
把空调正确的零火线接上以后再送电。再去看一下空调，显示正常，现在可以正常开，以前都开不了。再去测水盆零伏，再看零线带电的问题，测的地线也带电。配电箱下边是一个电视机，还有一个机顶盒，我拔掉这个机顶盒，拔掉电视机，再测就没了，而插上电视机一测就出来了。还有我离电视机远一些，再测电压就下来了，我靠近电视机这个数就上来了。还有就是我拿电笔的手，我碰到电视机看一下，电压都是有变化的，这是一个很弱的感应电，这个不用管。问题是分析清楚了，但是它这个主地线还是不好。这俩哥们干完了，测了，怎么来测这个地线好不好？万用表测零地电压9伏，它主地线还是不太好，所以以前它空调也开不起来，没办法，重新给它拉个地线拉到楼下，正好顺着楼道有个线槽下到楼底。一般老楼的地线都不好，后来改造的时候有些电工师傅把地线都给糊落了。箱子这里有接地，有接地端子，但是都没有压接地线，我压在这上边。接上接地以后再测量零地电压，电压不到3伏，这个电压是可以的。有的师傅还是不太理解啊，可以看一下这一个，从电闸出来一火一零，对吧？接到空调应该是火线零线接空调的电路，接通空调才能转，但是他接错了，他把零线接到地线上，而空调的零线它是接在一个接地上，但是这个接地是打入大地的，应该和大地是通的，打入大地的。PE 地和零它是同源的，地和零是通的，就是如果正常的情况下，接地好的话，接地线如果是好的话，这个火线和地线之间连上空调，空调正常运行。因为它接的是空开，它不是漏保，它如果是漏保的话它用不了，它会跳闸。正常情况下它空调也能转，但是偶尔会烧空调的主板，因为接地有时候它会出现异常。它这一个现象是接地不好，接地不好，家里所有的接地线都是连在一起的，包括热水器，包括燃气热水器的外壳，燃气热水器的外壳它是连着大地，它是通过燃气管道连着大地，这个地是导电的，这就是个地。燃气热水器的管道接地很好，但必须接地好。所以说燃气热水器在不插电的情况下，空调开不了，它没有回路，开不了，空调运行不正常，他们就把空调修不好，换主板换面板都不好。把燃气热水器插上插座之后，地就和管道接通了，这就等于接通了，这就等于说天然气这一个地线成了空调的零线，所以说那一个天然气的那个电线会发热，地线会发热，如果功率大的话就直接把地线给收了。然后天然气那个包温管它是导电的，它有电流，电流大了以后包温管会发热，我以前遇到过一摸的烫手。然后如果打火，如果漏气，它比较危险。我们经常遇到地线不好或者主地线不好导致的感应电或漏电对地放不掉，所以说主地线好很重要。好了，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这个漏电有点吓人了啊，看一下20对吧？测下墙60、80。我光脚，光脚更厉害。
光脚103伏，103伏，这个有点狠，有点狠。客户经营了一个小淋浴房，他们有时候就感觉到墙上会带电，麻嗖嗖的感觉。我到现场用电笔一测，水里、墙上都带电。他们家的水龙头出的水都带电，有时候给孩子洗澡都电手，就是找不到原因。所以我怀疑是他们家的电路在墙里边出了问题。如果漏电，这些漏电保护器应该跳，但是现在没有跳的，测的电压也正常，那就拉掉这些电闸，看是不是墙里边的线路在漏电。一个一个全拉行了，把总闸都拉了，总闸都拉了，水管还带电呢。全拉了以后，你看我测一下墙，53，哟，那对不对？84，这往上要高一点，网上还没有，有94。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隔壁邻居的电路有问题，在墙里边有问题，而漏电的位置大概就是在离地面1.8米左右。那就准备把邻居家的电路断一下，拉总闸。拉闸，拉闸，哎，这没有？啊，这拉谁家的？隔壁邻居的。看，我就怀疑是隔壁邻居有问题，拉闸一拉就没了。隔壁邻居家漏电，导致这墙面带电，所以说洗澡的时候都电手电人。邻居家看一看，这个就是邻居家，主人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一个人住在这个小院里。平房老房子，出问题的屋应该就是这个屋。这是一间厨房，2间，一个外间，一个里间，去里间看一下。这还有个插座孔没接插座，一测上面带50多伏的电压，用电笔测墙上带20多伏的电压。还是出问题的地方应该就在这一块。它这一块就没有电了都，它这一块的电都没了，到这一块都不正常，你看了吗？本来是应该220的电，它旁边的插座都有电压，正常的。可以测一下漏电，一个表笔插在大地上，另一个表笔分别去测量。这2根线是漏电的，很显然是漏电的，都是漏电的这几根线。测一下它旁边这个插座，对大地也是漏电的。像这种平房电路不漏电的少，因为它的线都没穿管。我想找到漏电的线路在哪个位置，上巡线仪找一下电线。应该是这块断了，往上没了，往上没有，就这一块，黑点这一块，然后车里面的铁蹄，那边漏电的地方也很高。你会不会漏电地方在墙那一块？差不多。也就是说，这个线在这个地方是断的，在这个地方断的，但是往上没了。敢不敢把这一块给它撬开？不收你钱，我们给你弄，不收你钱，不收钱。
是这个，你不用担心。大概就这一块儿，大概这一块敲一敲吧，是不是这一块敲一敲？从这块开始敲，看准不准吧。此处省略10分钟，直接看结果。线破皮了，确切的说是烧断了。这个线是往下边插座走的，在这个地方都烧断了，所以下面的线路没有电。你看这些电线都是没穿管，送上电以后再测，火线带电，零线带电，再测一下墙带电68伏、70伏，还是有问题，继续往上打。再看一下这里的情况更严重，线皮都烧没了，铜线对墙体放电。那你说这怎么处理呢？还好我们找到了一个接头，在房顶有个接头。这谁发现的这里还有接头？这有。记他一功啊！这块这有电的，这就是往那路线走的。对。就是这一路线就是过去的那一路线，这一路线就不要了。OK， 这样这个线就废掉了，不用了，对其他的电路都没有影响。都送上电以后，再去淋浴房看一下。零，OK， 完美，不完美，还把人墙给砸了一块。我今年旺不旺？旺。哎，好，旺。维修完成，准备奔赴下一个战场。好了，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客户说家里到处带电，身上都带电，太吓人了，把总闸都拉了。把电送上看一下。厨房烧水壶外壳带200多伏的电压，这个有点狠，很可能是地线不好。关键是这个燃气热水器一插电就会跳漏电保护器，地插这个头有打火的痕迹，这一块都打黑了。地插插头连着热水器的外壳，连着水管，关键是它还连着燃气管道，这是金属的，里边有天然气。如果有电，如果打火，如果轻微漏气，很危险。是燃气热水器漏电吗？可以测一下。指针表打到城市开档，测漏电的档位，分别测量插头零火插对地插，热水器不漏电。热水器售后过来看过，说热水器没问题，那为什么一插电就会跳漏保呢？把这块收拾干净，我想插一下电看看，看会不会跳漏保。跳了。插冰箱、插微波炉都没问题。看一下厨房的漏保跳了，是插座的线接错了吗？可以插烧水壶看一下，把烧水壶拿过去，插上烧水壶，正常烧水没问题。是不是感觉很神奇？来看过的师傅都说很神奇。这个要打开配电箱看一下，身高不够，箱子来凑。配电箱零线、火线、地线看着都正常，地线好好的，但是一用电笔一测带36伏的电压，这样就说明这个地线不好。把厨房的电闸送上以后再测，电压212伏，这个太厉害了，是不是漏电呢？漏电保护器应该跳啊，那这个是不是漏电造成的呢？下面我就拆掉厨房的零线和火线，准备测漏电。先看一下地线带30多伏，这个时候如果拉掉其他的电闸看一下，就是看看这个地线的感应电还在不在，没了。测一下零火线对地线，先测火线。哇，100刀头啊，这么狠。零线也漏电，火线也漏电，是不是因为没拔掉所有的电器？那我就拔掉所有的电器。水盆下边有没有插座看一下，没有。油烟机的插座为什么要这么接呢？拔掉这个油烟机插座，拔掉厨房所有的插排、插座、电器，然后再来测量，看看漏电的现象还在不在。测零火插对地插，还在，还漏电，漏电还比较严重。找到厨房插座的这一路地线，拆下地线，
拆下地线的目的是我想看一下是对地线漏电还是对楼体漏电。没错，拆的就是这一路的地线。等于说测线管里这3根线之间，火对地漏，零对地，看一下表征现象，零线慢慢的回摆。这种现象应该是还有电器没拔掉，不过可以确定是我拆下来的这零火地这3根线，它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或者说还有电器没拔掉。再把厨房的电路看一遍，没有插座或者是插电的电器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漏电好厉害啊！还有电器没拔的，是不是还有电器没拔掉的？这个是吗？这个得拔掉。那个没用。这个得这个得拔掉。我在这儿电视的电好像你拔下来吧？电视和哪边关系？厨房。我刚才看进来，看那外边好像也是你家的。从你家引出来的线，引了个插座。好，从你家引出来的插座，灯也没电啊。奶奶，上那边去玩去。干啥？奶奶，你说他原来插那个电脑。这个用的是厨房的电。那个。这我也不知道。插电脑没了吧？没了，就这一个，有2插座，没电。我继续测一下。你真知道什么？奇怪呀。拔了。它的原因。漏电了。插座漏电。呀！金项链是真的金项链，女主的金项链，铂金的，这得好几千呀。这是被孩子塞到插座里边了，导致的火线与地线短路，已经被烧断了。为什么漏保不跳呢？因为它这种情况地线不好，漏保不会跳。现在测一下地线带不带电。45伏，也就是说它这个主地线根本就不好，电路接地不好，漏保就不会跳。现在去插一下燃气热水器，插上插座看一下还跳不跳。没听到跳，看有没有电。热水器没电，很奇怪吗？要是有电就奇怪了，插错插座了。插在这个插座，可以看一下。好了，有电了，没跳，热水器正常工作。插上热水器再测烧水壶，它外壳是不带电的，是因为燃气热水器的地线连着热水器的管道是接地的，拔掉燃气热水器一测，它外壳是带电的。这就是为什么会跳漏保的原因，因为地线不好，漏保不跳。插上燃气热水器，等于说接通了全屋的地线，因为天然气管道是接地的，所以就会跳漏保。等于说如果漏电是往天然气的管道漏电，那样更危险。所以说现在测的这个地线不带电，但是这样不安全。去外边找一下主地线在哪个地方没接好或者是断了。它这是不是有电缆井？井里边有桥架，配电室的门还锁着，给物业打电话没打通。应该是每个楼层都有电缆井，去看一下。
么样？怎么样？地线全在这掐断了，看着都下去了，全是假的，被人抽了。地线也没接，多少地也没接，后边还有，还有。测的这些线有的带感应电，有的不带，怎么来找？把家里的电闸推上去或拉下来，地线就会带电，然后就下去找哪根地线带40多伏的电，然后测的都不是。这几个地线该带电的还是带，不该带电的还是不带，还得去楼上找电缆井。从下面上来的，这几个电都没啊！这有电呢，又没电呢，没电呢，上面还有吗？大哥真会掐，掐它干啥呀？测一下这一根没电，然后再爬楼梯，把家里电闸送上，地线是带电的，40多伏，再去楼下测，看看是不是这根线。测的电压30多伏，即便是电压测的不一样，但是可以确定这个就是他们家的地线。再拉掉电闸，地线0伏，这个地线0伏，确定这就是他们的地线。它管道井里边有接地体、接地排，这个是接地的，然后桥架这也是接地的，可以接在桥架上。这个接地排和桥架是通的吗？可以测一下。电阻档先调0，一指标笔插桥架，通的，接这跟接这一样，但是接这比较好，和桥架是通的，接地的，通的。接出一根线连到这里，连到压到边铁上，这活就 OK 了。连一家呀，还是几家一块连呀，还是就连他一家呀？给物业反映一下，让物业来处理吧。我打算先接上地线试试，找了个4平方的线作为地线，再到家里看一下，送完电以后测量地排地线0伏，好了，这就正常了。大家可以测一下自家的烧水壶这个外壳，如果没有地线它会带电的，现在可以放心的用电了。给物业联系一下。您是物业是吧？我反映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电线井里边那个地线都被人掐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掐的都没有，每家每户的地线都被人掐断了，然后往地下，导致今天因为我们排查了一个家庭里边漏电，最后发现没有地线，他们都有的时候电手这个太多了。电线，你跟你们那个电工一说，他们就明白，可以到管道井里看一下，这个地线都被人掐了。我就给11楼他这一户把那个接地给他做了一下，其他的那些户我不敢动。好吧。行，您反映一下，好嘞，那谢谢您，好嘞，拜拜。好了，反映上去了，测。好了，这样我就完成了电路的检修。虽然找到了故障原因，但是心里边还是高兴不起来。而我做这些算不算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呢？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名人说的话：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什么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做很多有意义的事。这样测的是墙是带130多伏，墙带130多伏，是因为我的身体靠近了这个机器，导致形成一个回路，所以说还是你机器的原因。客户说他的机器电人，我用电笔一测，外壳带了100多伏，188伏，一共就这几台设备，有的带电，有的不带电，这一个就不带电。再看这一台，外壳带180多伏，
打开它的配电箱看一下，几台设备的电是从这接出去的。打开了，用电笔测零线，显示40伏，应该是0伏，这很明显是不正常的。测火线也不正常，应该是220，现在是170多伏。总闸是漏保，如果下面的线路漏电，它会跳闸。是什么造成的电压不正常呢？所以我拉掉总闸再测，电压正常了，火线正常，零线0伏正常，总闸送上电，送上这一路再测，电了180，你一路一路帮我还拔这个电器。我先把这个干燥机拔了。拔掉它。不是它，不是干燥机，再拔一个，一个一个往下拔。你看拔到哪一个电压正常了？这个吗？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也不是。我还没拔呢。这样吗？哎，正常了，正常了，正常了。那这个是哪个设备？这个。啊，这一台。为什么一插上以后电压突然变低呢？它是不是有驱动之类的东西？这个真是。那就用指针表测一下这个设备是不是有漏电的现象。一指标笔插外壳，另一指标笔测量火线，没问题呀。再测量零线。零线有个轻微的瞬间充放电，也就是这些电源就决定了它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它不是漏电。再测，这种充放电现象就没了。光源表零火之间我得再测一下。你把这个电闸插上，插上了，插上没有任何影响，电压没有任何影响。那机器插上以后，零火之间电压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对地电压立马就下来了，奇怪呀，搞不懂啊这个。对地一个100多伏，接上接地线试试。他们做了一个接地线，但是接地线往设备上一接，就会跳漏电保护器。出去看一眼他做那个接地体。埋到地下去了，埋的深吗？2米吧。2米？2米应该是可以的。接地没问题，那就连上接地线看一下。对，这是这个地线吗？现在怼上了。现在怼上了。怼上就没了，接地就没了。但是我接地以后电压正常了，你拿下接地线，拿了电压就下来了，你接上接地就好了。接上接地，接上接地电压就正常了。哎，这个设备它不做接地，它外壳这个电做完接地就好，做完接地就好。210，看做完接地就好。这个设备好奇怪啊！第一次遇到这种现象，只能说摸手是给你解决一下。主线、地线没接地，地线没接地，这是进来的总闸。火线65。这是火线，这是火线，它这个零火是接反的，零火接反了，插头是反的，我插头是反的，插头是反的。是不是这种设备对零火有要求啊？
左零右火，反了。而且接地线必须好，接地线不好的话，它影响设备的精度，影响设备的运行。左零右火，总接地。电压正常了，电压正常了。它这个电压是对地的一个电压正常了。灵火这，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没接地吧？没接，没接地吧？没接。好了，好了，你看电压好了。这个呢？这个设备我就测一下，180多伏啊，190啊。再测量它这个，本来这个火线的显示是零线，这个也是接反的，灵火接反了，导致电压异常。同样是从这个插头的位置把灵火改过来，插上电源以后，再测外壳电压就正常了，没了。看一下外壳不带电的设备，它的控制柜，看一下它的进线电源灵火接的对不对，测火线就是火线，而且电压很正常。用万元表怎么测灵火之间它电压还都正常，但是对地的一个电压，所以说只有用电笔去测对地的一个电压才能发现这种故障现象。另外还有线路对地瞬间充放电的现象，用指针表测很直观。对，正常的。正常，这种现象正常。它不是漏，那种瞬间的充放电，这些设备都有。有的说是这种设备用不了漏电保护器，有的时候偶尔第一次它会跳。这种属于它本身它就那样，这种电源本身就这样。瞬间充放电，电脑啊，什么设备好像都这样。好了，正常用电吧，把接地接上，都接上啊。检修完成，这也多亏有这个电笔，方便好用。我放这了左下角小黄车，需要的师傅直接去拍。好了，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